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女警啊，这个射手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像女警的话，你看这里面它是第一件是做那个收集者，因为收集者的话是击杀的斩杀的越多的话，它那个斩杀线会越来越高，然后获得的钱也会越来越多。女警的话其实还是蛮舒服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女警的话前期它的伤害不是特别高，它持续输出，然后呢所以它有时候拿人头不好拿人头，所以有收集者的话其实还蛮舒服的，而且现在的收集者又有暴击那些加成，而且也有那个穿甲效果，虽然不多，但对女警来说已经够用了。然后第二件做火炮，作为一个有攻速有暴击加成，让自己的伤害也能一个在短暂的时间内一个爆发。还有就是第三件的罗安娜飓风，为了打 AOE， 然后呢罗安娜飓风的话是有额外的攻击伤害的，所以算是吃到了技能特效，就是装备特效的一个玩法。因为女警的话也是伤害比较欠缺的，像伤害比较欠缺的一种的话，就需要一些装备特效去补一些伤害，但它不能像那些维鲁斯那个卡萨那些一样玩混伤，因为它纯 AD 英雄，所以没办法。这里没有打起来。像如果说你真的你觉得你玩得很难受，对吧？罗安娜飓风的话并不需要你太多的输出，但你老被切，那你可以尝试做魂签提高自己的一个输出环境。就是你对自己没那么了解的话，这里面是绝活哥的一个出装，所以仅供参考，对吧？然后对面辛德拉，这里一个一阶闪现，逃掉。还有的话，这里面你看到他的出装的话，像对线轮子妈西维尔，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爆发很高的 ADC， 他偏刷子，然后呢也偏功能性，所以他这里面没有选择带那个残骸，因为你打轮子妈打西维尔，你带残骸其实二技能它很容易破掉你的那个残骸，所以你带那个的话基本上没什么用，倒不如直接选择出那种成长性的一些那个叫什么僵尸守卫这种。对面放了眼，你看没有？狂吃对面的眼，已经叠了2层了。这样的话，等下一波的话，排多2-3个就直接叠满了25点攻击力。这好像是，每排掉一个可以获得2点吧？对，好像是2点。然后满了以后获得15点的那个，哦不对，是10点，搞错了，是20点，不是25点攻击力，是20点攻击力。像女警的话，还是需要去做一个巨人杀手，但这里的话被对面辛德拉利用海闪的穿墙，对面中单好照顾下路玩得太难受了。小法还在中路安安稳稳的发育，这小法确实也是后期英雄，
没办法。资源的话，不像辛德拉一样手特么长，然后这么多 AOE 作为一个解线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女警直接捡到个人头，很舒服。这小法的话。像小法的话，游走能力确实就是并不是特别强。他其实如果就是像小法这种的话，你要理解他英雄特性的话，因为他在前期发育的越扎实，后期打出来的效果一定是那种关键性能左右比赛的。像版本初期的维克托也是这样子。因为之前的维克托是刚版本的时候，就是伤害特别高，所以他越早把技能进化好，把那些伤害装备叠起来，就越厉害，越能左右比赛。后期的时候，他大招的威胁性就越高。但现在的话，维鲁斯就不一样了啊，维克托都不一样了，因为他的伤害其实并不能说很好的去左右比赛，也很难说去一套就一个 E 加一个 Q 加平 A， 是吧？直接就把它秒掉，把对面秒掉。这里的话先点死，拉出塔，拉开仇恨，很稳，连大招都大招已经用了。对面蒙多下来，当然无力回天。这里打断回城，恶心一下对面。对面的辅助应该是没有闪现，如果有闪现，可能会打个2闪出来。这里被控到了，但队友在，直接点死了。这里面的话，它是带着吸血，攻速的话，你得看情况打了。像你前期压力很重的话，确实带吸血会更好。这里下路一塔推完的话，手长的射手的话就可以选择转到中路去做推进，会更好一点。小法的话就只能让他去边路去发育，或者说打团。他的技能命中敌方的话，也是能获得那个叫什么被动的加成，就是他没有1层被动，就可以获得1层法强。像他的用技能杀死小兵也有，这里用狂风之力追上去，但旁边有了囚女辛德拉，没办法，必须得往后拉开，不然有可能会被直接秒掉，也有可能。那这边发育比那边好很多，所以想秒的话也没那么容易。像如果说你带攻速的话，你就要做那个吸血鞋。但如果说你带了吸血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做攻速鞋。这就看你的选择，都可以。
哦，这里的话，他选择做卢安娜飓风，因为发育比较好嘛。然后呢，能打更多的 AOE 伤害，对女警来说是一件舒服的一件事情。像女警的话是有一个小技巧的，就是她在草里面平 A 的时候会叠2层被动，就是她那个下面就是蓝条下面那个到了红色的时候是必定暴击嘛，就是在那个过程中，在草里面 A 出来的时候是可以更多的那个，但好像在手游的介绍里面，技能介绍里面是没有说的，所以这个小技巧大家一定要记住。哦，这里利用狂风之力直接把对面的秒掉，这里 E 技能往后拉开距离，避免被对面输出，直接秒掉。这里闪现上来，收掉对面的辅助，大招给出去，但没什么用。其实你像玩这种的话，你不是那种玩那种端游有那种破甲流是吧？一个大招秒一个人，但大部分来说还是平 A 为主，所以他的大招伤害就是看情况给。先打，就是说有可能是拿来作为开团前的一个消耗，或者说残血的时候能大招锁到敌方残血收掉人头。像这里面的话也说了，做了分裂弓的话，它单体伤害会差很多，所以你带魂签或者说先做绿甲会更好一点。如果卢安娜的飓风的话，你就看情况做。它首先偏功能型，然后为了团战打更多的 AOE 这样子去选择。如果全就一开始说那样子，如果说你打得很难受，或者说你真的没有输出空间，对面不给你机会，那你就可以选择做那个魂签。因为魂签的话，起码在那个4秒内是吧，打出暴击的时候，它是可以持续的帮你打出输出，对，就算对方追你，对吧？他们也可以帮忙输出。谨慎的时间内打更多的输出。哦，这里的话蒙多被炸回来，但是有个盾，这边应该是没有做破盾，所以打那个盾的时候花的时间比较长。这里也拿满 AOE 伤害拿满了，但再吃个伤害估计就要出问题了。但对面也没有技能给到射手，那这样的话3路推掉，3路的兵线走进来，对面是顶不住的。好，那这样的话这局就比较轻松的拿下了。欢迎大家的收看啦，拜拜。